差点丢了诚意2个字。2023那场鲜为人知的名字保卫战，假设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假如把时间拨回2023年，那一年有那么几张纸，几张商标申请表，要是其中任何一张真的通过了审核，那今天你打开任何一个平台，想搜诚意这2个字，想买一瓶印着诚意的东西，背后那个商标的主人可能压根就不是他本人。你品一下这个画面，一个演员红了这么多年，结果自己的名字法律意义上不归自己，听起来像段子吧？但这事儿真的差点就发生了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桩鲜为人知的，我管它叫名字保卫战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事情是这样的，2023年那会儿，诚意复工，参加活动吗？热度一下又起来了。然后有个数据平台企查查放出来一组信息，说诚意这个名字已经被好几方申请注册成商标了。注意啊，是好几方，不是一个人。而且申请的类别还特别杂，我当时看到都乐了，有酒，有方便食品，还有金属材料。金属材料你敢信？一个演员的名字，有人想拿去注册成卖钢材的牌子。等会儿，这个时间我得说准一点。我刚才脑子里第一反应是2022年来着，不对，我查一下，是2023年7月份前后披露的。凭印象说啊，具体哪一天我保留意见，但年份是2023没跑。那结局呢？这才是关键。这一堆申请最后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了，全驳，商标状态无效。说白了，有人想搭这个顺风车，伸手了，被官方一巴掌拍回去了。好，下面我得插一个我自己的习惯。聊这种事，我喜欢把不同的声音都摆出来，下面这几种声音不全是我的观点啊，你听完整了再判断，别误会。第一种声音，也是我最认同的，一个名字会被这么多人惦记着想注册，恰恰说明这名字值钱。说真的，没号召力的名字，谁费这劲？没人去抢一个没人认识的名字。所以被抢注这3个字，翻译成人话就是市场已经认了诚意这块招牌，这是一种很硬的价值信号。然后呢，网上确实也有另一种声音，有人会说，那是不是艺人这边自己太大意了，怎么不早点把名字都注册了，留这么大口子给人钻？就这个声音，我想停一下，认真聊2句，因为它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，但其实站不住。你想想看，明星的名字、艺名，在法律上靠什么保护？靠的是在先权利。说白了，谁先长期、真实的在用这个名字，谁就占着理。诚意这2个字是怎么来的？是他一部戏一部戏，一个角色一个角色，硬生生用作品堆出来的。这种长期的、公开的、全国人民都看得见的使用，本身就是最强的在先证据。所以你看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凭什么驳回那些抢注？凭的就是这个。哦，对了，说到在先权利，我得先补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后面。2017年的时候，最高法专门出过一个司法解释，明确说了，笔名、艺名这种特定名称，只要有一定知名度，跟本人形成了对应关系，是受姓名权保护的。还有商标法第32条，白纸黑字写着，申请商标不能损害别人在先的权利。行，这个背景铺完了，现在拉回来，所以那种怪艺人没早注册的说法，其实是个误会。法律的逻辑根本不是谁先去工商局排队谁赢，而是谁真正在用，用出了影响力谁赢。在这个框架下，诚意守住名字是顺理成章的事，不是侥幸。那这里就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了，为什么明星的名字这么容易被盯上？这事儿可不止诚意一个。我跟你讲，名人姓名被抢注，在整个娱乐圈，甚至放眼全球，都是个老问题了。逻辑特别简单粗暴，你的名字火了，就等于自带流量，自带信任。有人不想自己辛苦做品牌，就想走捷径，把现成的名气薅过来变现。这是一种 tip 很省事但很难看的操作，谈不上多 chill，纯属占便宜。
随便举几个公开的例子你就懂了。歌手邓紫棋跟原来的公司解约前后，围绕 G、E、M 和艺名相关的商标权益也起过不小的争议，后来是通过法律途径去争取和厘清自己这部分权益的。具体的商标归属细节我这不展开，凭印象说啊，你们要是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查公开报道，比我说的准。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跟中国那家乔丹体育的商标官司打了多少年，跨国打，过程一波三折，最后才让部分争议商标被撤销。还有那个 B 站的 UP 主叫什么来着，就是真名被公司抢注，还被反过来要求别用自己名字的那位啊，对，靳汉卿，你看我这记性，一个用了20多年的真名差点不让用了，最后也是靠维权拿回来的。你把这几个 case 摆一块看，会发现一个共同点，被抢注的全是真正有价值的名字，而能守住的靠的都是我长期在用，我有在先权利这条线。诚毅这次就是稳稳站在这条线上的，而且他赢得还特别干净，根本没闹到要打多少年官司，官方审核环节就直接驳回了。这一步棋他其实早就用作品不好局了，只是很多人没意识到而已。行，摆完这些，说说我自己的判断哈。我得先说清楚，前面起查查那些数据，那些案例是公开信息，接下来这段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你不一定同意。在我看来，这件差点丢名字的小事，特别能说明诚毅这个人走到今天是靠什么。你看啊，他没有那种一夜爆红，全靠话题堆出来的虚火。诚毅这2个字之所以硬到能扛住一堆抢注，扛到官方替他驳回，是因为底下垫着的全是实打实的角色和口碑。名字是表面，作品才是地基，地基够深，名字才砸不动。所以这名字被人惦记，在我这儿真不算什么糟心事，我反而觉得这是一枚勋章。被盯上，说明你值得被盯上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能完全左右的，但能守得住，守得这么体面，靠的就是平时一步一个脚印的积累。这一点，老粉应该最清楚我在说什么。不过关于诚毅这个名字，要聊的其实不止商标这一件事。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，他这一路在名字和权益上要操的心，比一般人想的要多。光是工作室出来发声明，规范商务授权，强调维权这些，就不是1次2次了。这些零碎的点串起来，其实能看出一个艺人和团队是怎么一点点把诚毅这块招牌护住的。这条线我留到下期单开一期，好好捋一捋。咱们下期专门聊一个艺人到底要做多少看不见的功课，才能让自己的名字稳稳地归自己。最后说回今天这件事，一个名字能被这么多人惦记着，斟酌想注册，这件事本身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。